哎，这样画呢，整个的感觉就像什么样呢？就像是这个早上，哎，刚刚早上哈，快天亮的时候那种小雾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很漂亮啊，很漂亮。这里面元素呢，你说那个还是蛮多的啊，元素还是蛮多的。但是我们一堂课的话，要有这么多的元素，所以说我想的话就用这张。但是呢，我这次准备稍微改变一个色调啊，因为前两次我们上课哈，都是以冷色调为主给大家画的。好，这里呢就准备给它改一个什么呢？改一个这个就说是暖色调啊，改个暖色调的感觉。大家正好可以看我在画的时候怎么样去改编这个哈，其实很简单啊，这很简单哈。好，然后我们现在虽然说是小哈，但是呢也确实时间也是比较有限哈，我们就闲话少说，我们先看一下哈，我已经在这个这上面啊，已稍微的构了一下图啊，稍微构了一下图，大家也能看到铅笔印的感觉是吧？也能看到铅笔印的感觉。然后呢，整个的这个画面哈，其实元素还是蛮多的。你看，我们首先就是这里这棵树是吧？这里几棵树，然后透过它看到房子，这里一些水田，我们有些地方哈，关这个水，它是一年四季都是关着水的。你作为景区也好，作为这些哈，所以说我们就不要去考虑它。哎呦，这个怎么秋天了啊？这里水还关着的哈。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在画的时候哈，本来这里画面上这是个石板桥，但是作为我们上课哈，作为我们上课的话，我上一周给大家画的是石板桥啊，所以这一周我改变一下，画木桥啊，画木桥。好，别的就没什么改动的哈。我们首先我们调色。你看，由于是画面很小，不需要用太多的墨色，所以我们在加水的时候哈，也就只加了很少一点点水啊，然后基本上这点墨啊就差不多就够了。画面很小，有很多地方说不定我都是用什么呢？用小笔来画，但是呢，前面这里呢还是用大笔。用大笔的时候，就是一定要注意，什么？就是笔上的水分啊，一定要很少，不要太多。好，我们现在哈，这个虽然我这里是蛮大的这个笔哈，但是我只用了它局部的笔好啊，只用了它局部的笔好，所以在画的过程中，哎，您感觉到它是画的很细啊，是吧？它是画的很细。然后这里作为这一块来说的话哈，它属于是我们这个画面上不是太重要的部分。所以你看我在画的时候，画里面的结构啊这些。都是以很虚的手法来画的。记住哈，在画这个扇面，画面不是太大的情况下，一定是要怎么样呢？一定是要把笔上的水分把它挤得很干。哎，它挤干了以后。有些地方通过这个颤笔的形式，哎，你看抻插点染，这里逐步要虚下来。你看这样子的画法哈，你觉得
它这里面你说没有称法，哎，这里面又有称法，是吧？你说它有称法的话，又看不到它一些明显的线条，哎，这就是我们画的时候要掌握的这么一个度，因为它在整个自然画来说，它不是主要要表现的不是主要要表现的。把这里画完了以后，还是将就这支笔，我有没有去蘸水，有没有怎么样哈？因为到了这一边来，我们用笔上像它就会稍微的这个清晰一点，哎，但是这个地方有一棵树，我们可以先把这个树根，画出来，看一下哈。这个很小的这个我就直接就用我们平常常用的这个，就是大家手上都会有这一只小狼毫来画它。画的时候只是要注意，比方说也是一样的，哎，你看，由于树很小所以我这个树杆这些在画的过程中，就注意它的一些也不需要画的太大，好，基本就可以了。为什么先要画这一块呢？它因为这里有块石头这里有块石头。好，我要把这个石头要画的它怎么样呢？你看，我要把这个石头画到这个树的后面。画了树的后面，让这个树根在这个石头前面，这样子它就能够很好的去把它的层次把它表现出来。好，你看我们把这个画好以后这个下面很简单你看我在画的时候，哎，这里不是一笔到底，我是画的这个地方有个停顿再下来。为什么这里有个停顿呢？因为我这里你看有块石头。它这里是有一个什么？有一个每一个停顿都会有作用，都是有原因的。就是我们在画的时候我刚给大家说了，我们在画这一块石头的时候呢，它就相对而言要比这旁边这一块石头呢，就要稍微的清晰一点稍微清晰一点。所以说这里面变化，你看我刚刚画了这块石头以后，我是没有去调这个墨色的，笔上都会有墨色。用笔一定要注意它的一个层次，有些地方线条多一点，哎，你看这一块就深一点，因为它深了以后，它就把这旁边的线条就明显的感觉到，就把它衬出来了。好，然后刚刚我们向老师也给大家说了这个如果家里没有我们这种成型的扇面，其实很简单，你就拿铅笔
稍微勾一个上面的这个样子在宣纸上勾一块，这个上面样子就可以了，没问题的。这个还画起来，如果是这样子还好一点，因为有了这么一块以后，你在画的时候特别要小心，特别要小心什么呢？就是你就怕怎么样呢？怕把这些墨这些画到这个外面去了。好，把这前面这一块画的比较清晰以后后面这你看过来，再往后面就把笔趴下来，稍微撑它一下。在撑的过程中，当然也是要有什么样呢？就是它的疏密关系，有些地方它的重一点，有些地方虚一点，有些地方亮一点。你看，我就随便这么撑了一下，马上你会感觉到，哎，这一块石头它是前面的，是吧？后面这些是后面的，因为我把后面稍微的撑的重一点一下子它那个层次感就出来了。好，然后把有些你觉得块面要分割的地方，也是稍微擦一下。你看这么一擦，你是不是感觉到整个这个山这块石头它的立体感就出来了？当然这里还是现在你们看不太出来到时候一做色的话，这里就会深一点，是吧？会把这个树感这些把它就衬出来了。你看我们很简单的，稍微的就把整个这一块呢，就把它虚下来，稍微虚下来，到时候一做色它就可以了好，然后我们把这个都画了以后，我们可以把这棵树，我画画呢比较习惯就是什么样呢？就是将就这个墨色我画画比较习惯的是从前景往后推。你看，首先我把这最前面两块石头画了，是吧？哎，然后这个树挡住了后面的东西，所以说先把这个树画了然后再把这后面这些树再把桥这些画一层一层往后推，你画起来就好画。你不要一来就画后面，画到后面突然发现没有给这个树留出位置来，是吧？这就不舒服了好，这棵树呢，它在前面我们让它感觉到有一个透视感，所以说基本上这个树大家看，我都是怎么样呢？都是这里线条也是一样的，在画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大家看，我不是说是一笔就拉下来了，该快的地方快，该慢的地方，该柔的地方我是一点都不含糊都要把它。你看，像这些，不要这边光，这边就让它毛，让它有感觉。我们这支笔很细，而且在画的过程中，你看，它每一笔要把它送到位。好，现在就想办法把它和它要连下来。在连的过程中，它们有些地方你看这个用笔上要有节奏感。该快这快，该慢这快，
增慢，然后该虚的边画，其实笔上的锋啊边在转动，因为这种小笔，我们在画的过程中，它随时随地都是这个根据我们画的这个关系，它锋都在变化当中，一定要注意，不管我这个树怎么去转弯，怎么去分支，它都要由大逐步到小的这么一个过程不要怎么样呢？我有好多学员在画这个树的时候画到这里不错不错，到了这里有个分支以后，它马上这个地方就很细这是我们经常在我们这个常见的学员常见的。你看每一笔要把它送到位。你看我把顶上这个都画的非常的复杂，非常的密，是吧？我都把它画的非常的密，但是我不在下面去画，为什么呢？因为下面我有东西你看下面还有好多的，有梯田，是吧？有房子还有这些草垛有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很多。如果你把这下面这个粗枝都把它全部挡了，你这些就没空间画了。所以说一定要画的时候要注意一下，为什么要构个图呢？你构个图以后，然后整个来说你在画的过程中大概的位置不是说是构了图就不能改了就大概的位置你定下来了，你说不定你在画的过程中，你觉得我这里一棵树不行，我画2棵树呢？都可以，只是前提就不要去挡后面好，我们现在这里一块30是吧？这里一块30，2块30，一大一小是吧？一长一短然后中间就留了一个水口，我们就当小溪水也好，当什么水也好把它画了以后，我刚刚给大家说了，画册上呢是石板桥，但我开始看了一下，上个星期我才给大家画了石板桥所以说呢，我就准备给大家画一个什么木桥画个木桥，画的时候要注意什么问题呢？你们首先画木桥的话，中间要有这么一块石头中间要有这么一块石头来支撑我们桥的，也像是桥灯一样的因为这个很短。我们就没必要去画很多，就是3根木桩子就够了。你看，1根2根，这就上桥了，上这边了，是吧？很简单，把这个画了以后，再高一点，画好。这里记住就是作为我们，如果是现实生活中造桥呢，大家争取能够把这个桥，把它画的造的比较平，基本上我在这里骑自行车都可以都没有阻拦。但是我们在画的过程中，让我有意识的就要把这个桥画的有点起伏你比方说，就会把它画的长一点，是吧？把它画的矮一点，你看明显感觉到这个桥它就有一个高度，是吧？从这里矮，这里高，这里又矮下去
这拱起来的这种感觉。你看我们在画桥的时候哈，先画这个很简单，就前面的扶手啊、栏杆，包括桥柱子，把它画了。画了以后，我们再画桥面。在画桥面的时候，你看很简单，我们首先横着画几根。从透视上来说的话，我是从右边往左看，所以说我看得到这个桥面。但是由于它这里高，这里下去了，那我透视上的话，我这里就看得没这么宽了，一点点。如果这个时候你这里这个桥面还看得很宽，那你透视上就有问题了啊！你看我们这里画了以后，稍微画上两笔，就相当于本来这里是有1、2、3、4根这个圆柱，就是我们随便在哪里，树枝啊这个比较直的有几根，好，用这几根短的木头把它们固定起来，用钉子钉也好，用铁丝绑也好，还是用什么抓钉吧，我不知道抓钉你们叫什么哈，把它连起来也好，反正总的来说，就通过这几个横的把它连起来，是吧？啊，当然这几个横呢，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防滑的，人走在上面，脚稳在上面的话，它起一个防滑的作用。这都是我通过写生啊，然后一步一步的哈，这个去写生去画的哈。这种桥在我们四川青城山特别多哈，而且有机会我还会到青城山去写生，近期吧都要去写。好，你看，把这前面的画好以后，把桥面画好以后，哎，又后面还有一个扶手。大家看，就这么一个很简单的桥，是吧？哎，通过我这么一画以后，那个走在上面，他还是觉得就很稳了。如果你觉得，哎呦喂，我还觉得不够稳，怎么办？很简单，我在这旁边再出一个柱子，是吧？好，这边呢，由于我们是要把它延伸过去，所以这边就不存在画不画了啊。你看，把它都画了以后，笔上的水分就很少了。哎，这个时候稍微把这个桥画一下，然后我们画下面。我们画下面的时候，大家看这个桥它是有一个什么啊？它是有一个这就分2层了，是吧？再往下面走的话，哎，我首先我在这个位置上，这个是有讲究的哈，一会儿马上给大家说。但凡要画水的时候，边缘不要太光。哎，大家看，我现在这个笔上的水分啊，其实就很少了。哎，正好就适合画，因为这个画面非常这个画面很小，用太大的笔的话不太适合。大家看哈，你们现在就能够通过这个看到我们这个就是网络直播班它的优势了。因为平常的话，我们在抖音上啊，在画的时候，要画的不敢画这么小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它那个没有办法去缩放，是吧？现在大家一看，我就这么小的桥，其实这个桥就只有我手指头，还没我手指头大，是吧？你看我们这个手指头这么大，它很小很小一个桥，那个石头都很小的，哎，但是我们可以把它放得满屏。像你家里如果是可以投屏到100多寸的电视上的话，大家想一下，那个看多清楚啊！我们有没有投屏在看电视的？
有没有投屏到电视上看的学员？有的话，我们可以，我看看有没有。现在大家还没反应出来哈，还不知道有没有。你看，我刚刚说了，我在画这块石头的时候是有讲究的，为什么呢？这块石头是很大的一块石头啊，已经有学员反映了，是有了哈。家里电视有多大呀？啊，把它画了，它很大，把它一画，你看这边就这么宽，是吧？这边就这么窄，它就有一个疏密关系。就千万不要把这一块大石头放到中间，一放到中间的话，然后这边也是这么大，这边也是这么大，这就不好看了哈，它就没有层次感了。好，我们现在，你看我们这个笔上水分就非常少了，也就是要利用这个我们这个小笔水分很少的情况，我稍微加上几笔以后。又有一个学员说有不错不错哈，你们都是很聪明的人，因为有很多人因为有很多人现在还有好多学员就说，哎呀，曾老师啊，或者特别是跟我说的还少，因为主要是向老师在管这一块哈，哎呀，向老师啊，我们这个不会投啊，教了很多学员，但好多学员都还不会投哈，投屏其实很简单哈。像我现在，我也是投屏，我也投屏一个专门投屏，就是在抖音上我们在直播的时候我用的一个投屏的一个竖屏的。你们现在说的话马上我就能看到，马上就能看到。其实投屏很简单，只要你学会了，投屏很简单。大家看，我们现在用小笔把这个水这些就把流向的这些各方面都已经就出来了，是吧？好，出来以后，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将就把它画了，然后我们调的颜色。我们这里水非常少非常少，我就可以适当的加点颜色就可以了。你看，我们首先太青蓝、胭脂。这个藤黄、山绿，可以适当加点墨。你看，我们现在把它水分都要很少，就将就这个小笔哈。我们这个小笔，给大家说了，它不是说是功能就是画小树，就是画什么。这功能都非常多的这非常多的功能，你看，照样可以把笔打扁了以后，我们就可以干什么呢？由于水非常的小了，它不是水小，因为画面非常的小，所以我们在画的时候，这个时候抖不抖动也就无所谓了，因为你看也看不出来。但是你要把水的层次画出来，大家看，我稍微加了一点这个水的层次，上面水的层次就出来了，是吧？我们评论区好多都说的投屏大电视看得很清楚。确实是为了让大家，因为考虑到很多，都是想投屏电视上看。如果是说画面不高清的话，你投到大电视上看的话，它的画面是模糊的，所以我给大家设置了一个高清画面。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在外面网络不好的情况时候看直播有点卡的一个原因因为画面高清对网速就有一定的要求。网络班有它的很大的优势大家可以看着电视，然后坐在沙发上，然后前面摆点水果点心边看边补充能量但是有很多人觉得网络班能学到啥呀？
就是我说自己参加了很多网络班，根本没学到什么知识这个不一样的网络班能够学到很多，因为它有回看。像我们基础班提高班，很多老师都是通过网络班一期一期的参加越画越好的，所以很多对于零基础的人要参加这个面授班，我都是不要求他们报的都不接受。为什么？因为你是零基础，你全天跟着老师去上面授课的话，这种灌输式的话你是消化不了的会消化不良。所以的话，先有网络班的基础，然后再参加这个面授班的提升。你看，我们把水就画好了，画好以后，跟着就开始画什么？这条路。我给大家一直说了哈，我们画画呢，它有一个先后层次，就是你不要去。当然，如果你的控制能力已经非常强了你可以随便先画哪里都可以的。如果你控制能力还不是太强那你就可以怎么样来？你就可以先，你看我们画最前面，这条路过去，这里为什么没有路呢？被这块石头。这个石头高出来挡住它了。如果你这个时候强行非要把这个路画上去，就有点怎么样呢？就有点绕了，就好像是为了它绕上去，而且跟下面这个桥还不接，你就画到这里，不画了中国画呢特别讲究的就长嘛，稍微长一下不见得是坏事别人会知道。好，我们把这里画好以后，这个地方延伸下来。其实这里的路呢也就很简单了，大家看我在画的时候，就一笔一笔的，是吧？就把它画过去。然后我们这里一画，大家看出来没？这一点就非常漂亮。一会儿我们因为画水是4个步骤吧，画水4个步骤，现在只画了2个步骤，是吧？没关系，现在等它稍微干一下，我们也不要去等它，我们就可以先画这个后面的石头。后面的石头很简单，还是将就那个笔，水分现在不能去把它用的太多，几乎大家看我都是干笔。老师画山石的时候都是用的中石环笔，然后画桥画树的时候是用的小蓝毫笔。因为上面的它这个规格比较小，画面比较小，用大一点的笔的话不好画。现在的上面的规格是33×65的。你看我们现在。笔几乎不离纸，先把这一块先画好，以后，然后你要想它有层次，很简单，我们再用支小笔，就从这个地方，大家看，我这里就是一块，几乎就是一块没有什么变化的墨稍微就是笔尖上沾的稍微浓一点。下来一点，还是有一点变化，有点飞白。这也是我常说的一种点线面的组合。你刚刚看我在画的时候，觉得这几笔很虚，是吧？很虚，很怎么样但是有了这一块以后呢？你马上觉得这几笔虚的，它也不虚了，为什么呢？这是点线面的组合，这一块面把这些线条，这些都衬出来了。当然，在衬的过程中，如果你觉得刚刚这个是中式环，这个行笔上，有些地方线条还不连贯，可以用它
或者是他还画的不到位。你看我们有时候画这个小画哈，跟画这个就是大画呀这些完全不一样哈。我们这个班上也有好多的提高班的学员啊，今年我们好多学员，我觉得特别是最近哈，大家还是觉得基础很重要，所以说提高班的很多学员又报名参加了我们这个基础班哈。啊，你们看，正好最近我在提高班画了好几张大画，是吧？哎，跟这个是不一样的。当然，我们基础班的学员觉得，哎，提高班的画太漂亮了，我们要报名参加提高班。所以好的基础班同学又报了提高班，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组合哈。好，大家看，我现在通过这么一个处理以后，明显你感觉到，哎，这里层次啊。是吧？这条路过去以后，这里路很实，我就有意识的把这个下面就画的比较虚。当时在做色的时候吧，我只需要把颜色做下来，这里虚下来，很自然的就把这条路衬出来了啊。包括这里也是哈，这里也是这样子的哈。我们把这里画好以后，这张画还有一个比较难点，还有比较难点哈，就是比较复杂点呢，就是有一些夹页的画法。我们画这种小品，就相当于小品画了哈。啊，这个笔都比较粗了，我换一支。我们换一支，这个你看开始那个毛，就是开始这个后面这个我掉了，这个还在哈，这是新笔，新笔也是刚用了不久的哈，一支新笔，然后这里就调的颜色。这支笔呢，基本上就非常的尖，也是墨加什么加朱标。这干什么呢？有一些夹页，这个夹页的画法哈，就是这张画呢，就是通过这个夹页，我们把后面的一些，就是说这个把它给挡住。你看现在这个笔就非常的尖，只有很尖的这个，我们才能看得出来。今天为什么今天我敢画这些夹页呢？因为虽然这面积还是蛮多的啊，虽然面积还是很多哈，但是呢，它毕竟来说是很小的啊，毕竟来说是很小的一个空间啊，所以说呢，我们就应该花不了多少时间。这个就跟画菊花一样的啊，就跟画菊花一样的这个，只是很小很小了，它这个。上个星期的话，曾刚老师的话去了武当山写生啊，只要关注了老师抖音啊、快手啊，或者是视频号的都知道。那么老师画名山系列的话，一共是10本画册啊，目前已经出版了桂林、张家界、峨眉山、太行山、黄山、西藏啊6本。那么第7本的话会画武当山跟青城山吧，老师是吧？是青城山，第7本画册，所以下半年的话，老师是没有网络班的。老师下半年的话要写生创作，然后出版这一本画册。
那么下半年老师大家又可以见到老师的新的画册了。如果现在我们的话，基础班报提高班的话，优惠期还有10天啊，就是可以优惠600块钱的。我们提高班的话是价格是1888，如果优惠600的话是1288。如果是说您下半年的话想好好的学习一下提高班的课程的话不要错过这个优惠的时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优惠方式吧，因为老师婚礼给大家最大的一个福利了。提高班的话是主要是以我们基础班是以小的作品为主，那么的话提高班是以小6尺6尺这些横幅的厅堂画为主厅堂画大家画了之后挂在自己家的客厅，或者送朋友，或者朋友收藏或者办公室里面挂都是非常好的因为画假叶树比较枯燥，所以也都是一样的动作在重复给大家聊一些其他的。没有关注老师抖音号的话，快手号的话，大家搜索真钢彩墨画院，关注一下老师。如果有画册出版或者是有免费的直播课呀，或者是到哪里去写生最新的消息都会通过抖音快手这些视频号告诉大家，让大家能够随时了解到真刚老师的动态。上个星期就是跑了一趟这个武当山，我们都是时间上因为我现在每周要上这个网络课，所以时间上真的是挤出来的。因为我走哪里去，我是喜欢开车。那天星期天上完课，跟着就马上开车往武当山走。画了11张这个速写。争取画完以后，然后又到青城山去写生。不一定每个地方都画你看我们画了以后，有些地方。下面的地方就以插为主，把它插了以后，让它跟这个山石这些很好的衔接。这个高度都是可以调整的。画这个夹叶树也是非常软手的，在画的过程中特别是软哪里呢？就是手腕、手臂这里，就这一块是特别软的。我觉得爬武当山是腿软，那武当山的山那些台阶很陡但是作为写生的话，您必须不能是说坐缆车上去，然后坐缆车下来就解决问题，必须要到大自然中去寻找美景你必须要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往上爬，才能发现很多漂亮的美景，才能画出来。
写生是很累的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很多老师说，曾老师什么时候要有写生班啦？要参加什么的？一般写生班的话，它会很累，对于体力的要求啊、年龄各方面呢，要比面书班要更高一些。好，把它画了以后，下面以叉为主，大家看，把这块这个画了以后哈，它整个来说，它跟这个30，由于这里的线条非常的密集啊，非常的密集，所以说它把这个刚刚还不觉得厚重的30，通过它一称以后哈，就感觉怎么样呢？它非常的厚重了啊，非常厚重。我们把这里画下来以后，哎，我可以在后面，我就觉得，哎，这个树啊，一棵有点孤独。你看我在哪里哈，在它们两个中间，不要在它的交叉处，也不要在这个交叉处，从它们两个中间过去。一笔很简单，因为它是后面的。所以说我们你看一笔就下来了，稍微有点变化。什么变化呢？第一，它粗点，它细一点；第二，你看它的角度是这样子的，这个角度是这样子的，所以说上面宽，下面窄，哎，这都是有意思的哈，就千万不要怎么样呢？你不要去画的时候，哎，它是这样子的，你画的数字也跟它这么平行，那就不好看了哈。好，然后哎点点台，是吧？然后到时候再画的时候，就直接就怎么样呢？就那个直接就把这个树啊这些，到时候我就点红色的树叶啊，点红色的树叶这些就可以了啊。你比方说我们现在画完以后就可以点红色的树叶了。我们首先这个时候3支的点字笔已经就不能用了哈，我们把这个笔把它洗干净。为什么3支的点字笔不能用了？因为它这个负面太小了啊，太小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胭脂加朱标，可以适当加点墨，打第一层这个，就让它不要太红，一定要覆盖能力要很强。覆盖能力一定要很强。把它画了以后，我们拿这个笔啊，由于它这个笔，它比较这个比较笔头，哪怕是全部散开，它也是比较小，所以说相对而言就好控制啊，就好控制。那我们在画的时候，调的这个颜色一定要有覆盖能力，基本上再深的树枝，哎，通过我这个线条一去，
要注意树的形状，还要注意树什么？树的这个透气。哎，点到后面水分少一点以后，可以适当的延伸一点下来。虽然我还是这么深的这个点子哈，但由于我点的比较虚了，你也会感觉到，哎，好像它这个下面就比较虚。到时候我们再用淡的去点它，它就出来了。我们看这个，把这里点好以后，哎，这两棵树啊，基本上它就很漂亮了。啊，还是这么说了哈，不管我怎么去点它，不管怎么去弄它，我只点上面。啊，下面这些本来如果是按正常的话，下面有可能这里再出一枝啊，是吧？或者这里还再出点树枝啊，怎么样？哎，我下面都没管它，我多加了一棵树的话，也不影响它。我这里画房子啊，画怎么样啊，都是完全可以的。所以说我们在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能去把那个把它全部挡住了哈，不能全部挡住了。把这个画好以后，我们再调点颜色。你看，我就都不要洗笔了，直接在这个上面把这个擦一下，相当于我这个笔尖上还是有开始的墨色，然后我只需要蘸什么？就蘸猪标色，加上开始笔上还残留了一点点这个前面的颜色。好，现在就要去分析一下了。我们你看哪个地方你是需要把它点的亮一点的？其实很简单。哎，稍微有点变化，是吧？这个时候我把笔一洗，基本上什么颜色都不加，就只需要稍微洗一下笔以后，哎，你看我刚刚说了，我们有些地方就会用这个，因为你洗了笔了，剩下的笔上一点点颜色，把它稍微点一下。这点的时候正好起了一下染的作用，我就相当于把多余的亮点都把它点了，点了的同时，哎，剩下的这一地方就是透气的地方。你现在看到，我现在没什么去染它，但是整个来说，它的透气啊，它这些都出来了，是吧？整个的效果啊，这些效果都出来了。好，我们把这里画了以后，我们把这个水，我们再调点颜色。太极蓝，加上开始这个胭脂色，
你看，因为它很淡，不要太深。把这个石头啊，还是拿这个小笔去染它。要把这边缘稍微把它一染。点数的颜色，老师刚刚调测的时候有，到时候您回看的时候去看一下。第三种颜色，它是没用颜色，是把笔洗一下，直接洗一下点的啊。点数就是说的呀，就是你说对了，胭脂啊加朱标，加点墨。你看，我们现在。我把这个一染以后，你马上是不是就觉得这个水啊，它就凸出来了？好，然后再把它水的层次稍微染一下。把这边缘这些都把它染一下。哎，大家看哈，我现在还没去这些都先别忙管它啊，但是大家看这个水，是吧？基本上水的感觉就出来了。当然这还不是最后的哈，最后还要再统一的染一下呀，或者怎么样啊，就会让它啊，整个来说，倒是一统一染完以后，这些地方它都把它染下去了啊，都染下去以后呢，哎，然后这个水会更加的亮丽啊。好，我们前面用了1个小时时间哈，这个把我们前面的水，包括树、桥、路啊这些都画了，下面1个小时的话，到时候我们就会画梯田啊，这里有些梯田，然后呢房子是吧，还有后面好多的树，我们下1个小时来画。现在3点钟啊，我们课间休。好，我们准备上课啊。刚刚我们在前面一节课哈，我们给前面一堂课给大家画了这些哈，
你看画的时候啊，我们一定要注意什么呢？就是注意它的一个比例啊，它的一个这个均匀位置啊，这个均匀位置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在画的时候，你不要画着以后哈，然后突然这块石头画的很大，画到这里来了，是吧？你画了这么高以后，然后后面的房子啊，后面的田啊这些，它就没有位置了。就没有位置，所以说我们就是一定是要注意什么问题呢？就是比方说，如果是你创作，那你要给你的主体哈留出足够的空间。如果你是临摹，那你要注意它的一个比例位置的比例问题哈。就是这个，你看我们现在前面画的这些东西，其实这些东西都是陪衬啊，都是陪衬，真正的这个是在后面。所以你要把后面画出足够的东西。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如果在画这个就是画之前哈，最好是什么样呢？用铅笔啊稍微勾一下。其实我勾它的目的也是为了给大家演示一下，哦，我们勾铅笔勾成什么样啊？就不要是什么样呢？你看我在当时勾这块石的时候，我只需要勾了这个外轮廓。是吧？勾它的时候只勾这个外轮廓，里面东西完全自己去发挥，完全自己发挥。所以说呢，就是在画的时候哈，你看房子也很简单，里面的结构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房子的外框就可以了，里面自己去解决。好，把它都画了以后，都画好以后哈，我们就准备干什么呢？把这后面的梯田，你包括这个路啊，它从这里穿过去到这里，从这里穿进来，这个位置啊，给大家都留着啊，都留着。还是用这支小笔，然后我们蘸点颜色。这个时候就要注意什么问题呢？就要注意，不要去把这里画这么深了啊。比方说刚刚这个地方全是胶墨，很深的墨，你看我们差不多就加了山绿，加了这里面的一些这个暖色调的颜色，你看就让它怎么样呢？当然这里面还是要混一点墨色进去。稍微矮一点，我们在画的时候哈，就要注意什么问题呢？就要注意它这个田，你不要把这个梯田画的都是很死的不要把它画的很死的。有些田稍微大一点，你比方说我这一块。对吧？稍微大一点，是吧？它下面这些你都不要去管它都不要去管它。好，有了这一块以后，然后你这里面，它这个很小哈，这个很小，那我们就用什么呢？我看看哈，就直接把这里加厚，就可以了。
田埂，还是要稍微画一点。好，你看这块比较大的话，把它画了以后哈，这里面呢，我们就相对而言哈，这里有个蛮大的坡度。然后我们把这个田再穿过来，就充分的利用这些一点点空间，去把它的一个透视度把它掌握好。你看我这里面哈，在画的时候，最关键的是什么样呢？就是我很注意它的一个疏密关系啊，这线条啊这些，有些地方你看很密，是吧？很密，有些地方很舒展。啊，有了这些关系以后，然后你再画这些呢，就觉得就会非常的就简单了。你看，把这个画好以后，这条路啊，从这里就可以延伸过来。稍微有一点感觉就可以了，啊，稍微有点感觉就可以了。然后把这个画了以后，好，我们就可以干什么呢？有些地方你觉得不太舒服的，我可以通过点台，是吧？通过点台把它点一下。当然，这种点台也是要注意哈，也是要注意什么问题呢？我不是乱点的哈，就是说感觉到随便你乱点都那不是哈，那是有疏密关系的，啊，那个是有这个在画的时候是特别要注意它的疏密关系，你看我们把这点水画了以后，好，基本上啊，顶上这几个树这就好画了，啊，这几个树很简单。基本上也是开始那个颜色，它就不要再画成前面这个树这么深的颜色了哈，就稍微简单一点。这个后面的树都很简单，大家看我这个用笔上。是吧？就淡很多了，啊，就淡很多。
包括后面的树，用笔上啊这些都不像前面啊这些这么。一笔下去，然后稍微拖一点它的这个树的一个纹路，好，靠近下面这里，把它压一下，是吧？它就感觉一下子，它就跟后面的跟这个水啊这些就，后面一些树。穿插一下，我们可以就是说把这个先画好，画好以后，有些在房子后面再加。哎，你看，这两个树很简单，哎，后面这个树反而复杂一点，因为什么？它是要把它衬出来啊。其实现在看我画了这么多树枝或者树叶哈，其实到时候，稍微把它一点叶子的话，马上你就看不出来了，就剩下的就是透气的地方，啊，就是透气的。把这个画好以后，然后我们将就这个颜色。把有些地方可以，画册上没有这里哈，我这里给它加一小颗，这种情况，加一小颗这种，你看你就像这样子，点了以后。其实很简单，是吧？很简单，把这个树加了以后，哎，我就没画下来，直接把这树干这么一画，哎，大家看，这算一组，这个算一组，把它画好以后哈，到时候就靠这一点东西，我觉得把这个倒影把它画出来，到时候倒影出来效果就更好啊。我们现在先别忙管倒影的事情，我们可以先，还是先把这个后面的田这些先画好。好，还是将就刚刚这个颜色。因为后面的颜色就比较淡，比较灰一点，啊，比较灰一点。我们首先第一，这个过来以后哈，把这个地方看看哈，还是就。
首先要把这条路把它衬出来，哎，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学会什么样呢？学会，因为现在可以，我再放大点看得清楚吗？你比方说，你看我这一块，就是直接就是一块什么？一块比较深的颜色，包括这上面也把它画一下，就相当于是一块面一样的。为什么要这么处理呢？第一，这条路是吧？这条路的话，它是线条，关键是这下面这个也是线条。哎，这里啊，就是要以什么？以这个块面来过渡它，一下子你看，马上就觉得它这里啊交代的很清楚，层次啊这些很清晰，是吧？然后这个虚把它就虚下来，再往后面走的话就很简单，稍微虚一下就把它虚下来了。虚下来以后，然后我们再从它这个坡上啊，你比方说我们到时候再点台呀也好，再怎么样好，然后后面还有好多的。是吧？后面还有好多的这个田啊这些，这个很简单了哈，这个差不多。到时候我们这里再通过什么挡它一挡就可以了。这里分了2层，后面呀该虚的就虚了，就不要再画这么清楚了。哎，隐隐约约好像还有东西在里面，是吧？就不要这么清楚了。你看，我们把这里画好以后，我就说这个地方啊，它的衔接，如果不是太清楚的话，可以用点竖，把它长一下。哎，你看这后面这条路是吧？这条路过来以后，然后一直走，从这里走到这里，弯上来，这里有好多的田，虽然这个画很小，但是长面呢，这还是很大，是吧？还是很大。然后我们这几间房子把它一画，啊，你比方说房子呢，也不要画太大，我们这里房子调的颜色。房子主要是把它调成那种灰色调，哎，这里面有这个有胭脂色，是吧？哎，也有山绿色，也有朱标色，
主要调成灰色调，也不要太深。也不要太深，然后呢，这个在画的时候就要注意什么问题呢？你比如说，我们画这里这个房子哈，画这里房子，这个很简单，画房子的线条的时候也是要注意哈，不要把它画的这个都非常的轻，非常的这个就是直。你看我有意识的，因为远处太远了，这个顶上的这一块我都不画了。稍微擦一下，不要它太清晰，可以延伸一点下来。你看我后面的这个就非常的简单了，然后把这个画好以后，这个后面我们这里有一个房子，后面这个房子呢，它还是2层楼的，啊，2层楼的，这个相当于很简单，这么擦一下，稍微擦一下，啊就可以了，就不一定非要把每一匹都画得很清晰。把这个画了以后，然后我们好，基本上差不多就画好了。画好以后，这个时候我就可以调一点比较深的墨。调点深的墨干什么？2个地方需要画。第一个就是它这下面的，你们看哈，啊，它在树脂的后面，你看这个下面它有很多的。这家人的院子还是很大，直接把它延伸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啊，它这个拦起来有什么好处呢？第一，这个防止小孩子直接掉到直接跑到这个水里去。第二，家里喂的这些东西哈，什么鸡呀、鹅呀、鸭呀这些哈，哎，它不至于说。都可以拦在这个院子里面。
这个也是，你看这个院子蛮大的，是吧？把它画了以后，将就这个墨色，我一般来说屋檐下这些，为什么先画它呢？因为刚画了这个，等它画了，把这个画了，又过了什么1分钟以后，有可能它的墨啊就会干一点了啊，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再画这里面，都非常的小，非常的小的话，我们在画的时候就是要注意什么呢？就要注意这个它的一些变化啊，它的一些变化，也不要去，因为房子啊，这个画面很小，它没必要去把它画得非常的清晰。你比方说，平常我们这里面结构很多，哎，这里啊差不多意识一下就够了。像这些线条，是吧？就有点感觉。好，然后你看这个房子这里很宽，那我把这里画一个窗，这里画道门，两边对联。我们叶金新老师说的，他要跟这个房子的主人交个朋友。你是不是想交了朋友，下次到他这里来写生啊？院子大，还有土鸡呀、鸭呀、鹅呀，各种美味的菜肴啊，挺好的。但是这个联系方式我就不知道了啊，老师画的得问老师了。联系方式直接找向老师啊。然后就自己可以，岳老师这次通过网络班啦，通过面书班，你的进步是非常大的那你自己可以把这个房子直接画到自己的画中，然后把你自己画在里面，然后这就世外桃源了。虽然这幅画这个不大哈，很小，哎，但是大家看我画，那是一丝不苟的，是吧？我们把这些房子，我刚刚给大家说了，这个还不是说是1层楼，这里面是2层楼，哎，这是上面，这是扶手。这么长，肯定有一些这个衬房子的。好，把它这边就很简单了，我稍微把它压深一点就可以了，是吧？它这里还打了个小棚子，好，然后再下来。再往下面走，我们就可以，哎，有点窗啊，有点这些。大家看，把它这么一画，其实本身这地方都还有房子，这里面这个画册上这里面还有房子哈。我们也可以适当的来一点点，你比方说，这个就是平常的。放到旁边的柴房啊，就很简单，是吧？就很简单，画上2笔，画2笔，然后再往后面走的话，如果你觉得，哎，我这个房子啊，让它有点层次感，我觉得就可以让它干什么呢？
是吧？就简单几根线条，一下子你就会觉得就多了好几个层次，是吧？把这个连起来，这也是块面，管它后面是什么东西啊，管它后面是什么东西，但是把它连起来了，把它画好以后，好，然后将就这个淡墨，里面说有些地方擦一下。我们岳老师他说想在那房子养老，其实这个房子啊，当然你去写生是非常好的，但是一旦去养老啊，就不是很好了。下雨的时候你会发现房子里很多地方在漏雨，吹大风的时候这个门呐、然后风啊哈，外面大风里面小风啊，住着就没那么舒服了。好，你看哈，现在我们给个整体。整个构图基本上这个形式就已经就出来了哈，放了很大，觉得好像这个房子线条粗，其实不粗哈，其实不粗。你看一下子是不是啊？这里就场景啊这些都出来了。出来以后，我们准备把这个地方的远处的树稍微我们再加点远处的树，调点颜色。远处的树呢，就开始是那个比较深的，现在这个呢就不要这么深了，我们加点猪标，加点胭脂，是吧？这个就没这么厚了。刚给大家说了，刚刚你们看了我这里面的线条，觉得哇，这个线条好多，好怎么样啊？但是真正的我把这个地方，你看，由于它没有这么厚了，所以说它的覆盖能力呢就没这么强。这个没关系，我们一会儿用猪标色把它稍微加点厚一点的猪标色。哎，这么一画，是不是啊？这么一点了以后，我们直接蘸点猪标色，笔都不用洗它，也不用去那个，直接蘸点猪标色。好，把你觉得该压的地方，这个时候猪标色它是有覆盖能力的，哪里不舒服压哪里，哪里要它亮起来，我们就压哪里，稍微挤点就够了。你看，稍微挤点就够了。好，把它画了以后，直接洗笔，把笔一洗，然后相当于我刚刚说的，有些地方啊，就用这个颜色染它一道，直接染了以后，哎，直接染了以后啊，基本上一会儿染都不用再染它了，就算是。边上这一条不要留亮，透气很重要，但是哪个地方透也很重要，不要到处透气。墨稿还没有完成啊，完成了再会给大家拍。
现在还在画墨稿哈，不着急啊。哎，你看我们在画的时候，就是说这个相当于啊，就是在染这个环境的颜色一样的。是吧？它那个整体染这个树的层次啊，这些就出来了。出来以后，当然我们一会儿再把后面啊这些它这个远处的树啊这些一画，你包括这里还有好多的树，我们就可以直接调的颜色。这个时候呢，也不要去抢树的颜色，所以说我们有点红，哎，但是它又不影响。啊，哎，这感觉后面还有一排的这个树，顶上深一点，下面这些就浅一点，就把它延伸过来了。你看，就感觉后面还有很多的树，由于它远了，所以说很矮，是吧？很矮的感觉。好，把它画了以后，我们再往后面走的话，我们就画点远处的树，画远处的树，把它调成灰色。就盘子里刚刚盘子里乱七八糟的颜色都调在一起啊！我看上面也没有那个什么呢？你看这个树很简单。稍微有一点以后，你会感觉到，哎，这个房子后面是吧，还有好多的这种树。我们把这里画好以后，很巧哈，正好这个地方又有一个这个什么，草堆。上次我们才画了草堆的。画草堆其实啊，上次才画了哈，很简单。你看，其实就这么简单，就解决了。一般一个草堆都比较孤独，俩草堆。画草堆的时候，我们鼻上的这个水分啊一定要少。你第一个草堆画的
这边亮一点以后，第二个草堆它的后面要稍微深一点，是吧？稍微深一点，他们才能把两个草堆的这种层次啊这些，把它表现出来。把草堆画好以后，好，这个后面再画一些这个墨稿的这些树啊这些。可以甚至在草堆上哎，你看，现在你肯定看了，哎，觉得这个画了什么东西，是吧？大家一看很有疏密关系，是吧？有高有低，有些地方画的很好多棵，有些地方又疏啊。把它画了以后，这种树很简单，只需要画一个树干以后，然后两边的树叶就往两边分，在分的过程中，注意它的一个层次感和疏密关系。通过这个树叶，我们看，哎，通过这个树叶把这个草衬出来，是吧？这边也是。好，这个是近处一点的，我们再画的远处一点的。远处一点的话，这个在画的时候，就用比较这个比较淡的颜色。你看更简单，基本上这个笔啊都不离开这个树。啊，你看，就这么一点，马上它就可以把它的层次啊这些就解决了。解决以后，刚刚我给大家说的，我们这里面有些地方隐隐约约的会画一点这个倒影。你比方说哪里来？好，这边画倒影，我们调点颜色。倒影呢，还是基本上就是用这个，还是用小笔来画。我们首先。太青蓝，加上你看这边的胭脂、山绿，哎呀，马上也要。
啊，你看，基本上把那个稍微其实就是一笔搞定，是吧？一笔搞定，然后把这个倒影把它这么一画。因为我觉得，哎，这里水稍微多一点，在别的地方先画一下，然后再，它这个地方这个树要矮一点，所以说你看从这里就可以体现出来，这个更矮。画了以后，哎，在这个水中间稍微的来这么一点，体现这个水啊波光粼粼的感觉。这个时候笔上的水分都要很少很少的，觉得不够厚重的，多拖几道，但是在拖的时候要顺势而为。哎，有一点感觉就可以了，有点感觉。把这里画好以后，我们画这边的倒影。好，这边还有一点这个倒影，主要是这前面几棵树。包括哎这两样东西，哎，你看稍微有点感觉就可以了。至于下面，我还是要把它收起来，怎么收呢？你比如说，我们现在，你看这下面这里就放开了，是不是？那我们就可以
哎，把它后面这个水啊，是吧？后面这个水，它源头把它给画出来，好，然后我们时间过得很快啊，把它画出来以后，好，然后等它稍微干一点以后，里面一些小的这个还画一些树啊这些哈，我们正好休息一会儿吧，休息一会儿以后，然后我把有些细部的处理再稍微处理一下，再稍微处理一下，它这个就构图。大家看哈，我现在通过第二堂课的话哈，这个通过第二堂课，然后再画，哎，基本上这个形状已经就形成了，是吧？现在看起来这个画面还是很好看哈，很好看。画了以后，他们都想住进去了哈，这个我觉得是挺好的。好啦，各位老师，现在4:03，同样我们课间休息10分钟，10分钟过后继续上课。牵着牛羊，踏着梯田，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挺好的啊。一会儿真可以画头牛，一个牧童拉着一头牛。这首歌太难听了。放一些耳熟能详的。一首张雨生的《我的未来不是梦》。其实大家通过基础，你看稍微有一点点就可以了，把这个一画了。是吧？这个一画，流出来的都是透气的，都是自己觉得好的，别的地方全被这个树就怎么样了，就挡住了，就可以了。然后这些下面这个到时候你可以根据需要直接点红色。如果你觉得那个还觉得它就这一点不是太舒服，我可以在这里。是吧？再来一点，还说了嘛，那个我们到时候看在哪里牵头牛，画册上是在这里牵了一个牧童骑着牛背上，也可以在这里。我开始想的是在这个位置上，在这个位置上。我们看一下哈，先别忙，先别忙管它，我先看一下。我看看这个怎么处理。好，我们这里先调点颜色吧。先调点颜色。其实你看盘子里哈，这颜色我都没有去丢它，为什么呢？其实
我们在用的过程中啊，有时候都能派上用场啊，这种复活色呀，这是非常好用的。这很淡很淡啊。哎，你看这里在远处的天空、远处的山上挂着这么一个瀑布，隐隐约约的。这很简单，就稍微把它就隐隐约约的，稍微一点点，不要太多哈，不要太多啊。我们看一下。把这个地方直接蘸猪标，高度可以高于这个地平线一样的，主要是把后面的这个稍微可以挡它一挡，稍微挡一下。不管我怎么去点它，基本上下面让它就是下面这个水啊这些是让它感觉到，哎，不要去用这个点子把它全部挡住了。哎，加这么一点红，加这么一点红的目的是干什么呢？也是为了跟这个后面这个去跟它衔接一下。好，我们现在看一下哈，我们把这里画好以后，我们直接，因为一会儿打湿了以后呢，我们不好再那个，所以说我直接拿
开始很尖这个笔啊。你看画了几只这个飞的小鸟，是吧？那不要太大，很小很小的，是吧？很小很小，然后三三两两的画在一起。好，大家看，基本上这个构图呢，基本上就画好了。哎，等一下，还有一个牵着牛的。还有一个牵着牛的，这个一般来说牵着牛的这个呢，我看看啊，它可以从这里回去也行，回去也可以。然后我们首先，你看，首先把这个牛头画出来，画牛头很简单，就是两个牛角画出来以后，牛的脖子、牛背、牛腿。刚才这个就不要骑着了，牵了根绳子，牵着，是吧？牵着它。好，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就不要穿红衣服了哈，不要穿红衣服了，因为这的话是暖色调的话，我们调的颜色，白色加太青蓝，直接就是。你看，这个就隐隐约看到就可以了，不要太复杂。好，我们把这里都画好以后，基本上墨稿就算结束。结束以后，我们这开始给大家照张相。好了，墨稿照完以后，我们要抓紧时间了，因为现在也就还差半个小时。基本上呢，这个把稍微吹一下。
首先第一哈，我们就用什么？就用这个烘匀的笔，我们把这些山石啊这些稍微染一下。染这个山石也很简单，我们这里调的颜色，因为是秋色，所以说，你看我这里直接胭脂加这些复活色哈，加了以后，基本上紫色调干什么呢？把这些，把它稍微染一下。在染的时候就要注意什么问题呢？你看，我不是说统一的去把这些都染了哈，是有些地方还留了有亮。这为我们下一步染这个做文章。染的时候特别要小心，什么样呢？就不要染了边上，哎，你看我这么染了以后，马上把笔沾点水。边上这些啊，都让它不要像这些地方啊，就不要这么清晰的一条一条的。包括这边，哎，蘸点水以后，把这个边上都把它过渡一下。你看，再往边上再蘸点水，再过渡一下。这样子，你看，你就明显感觉到它这个很自然的由浓逐步到淡的一个过渡，是吧？啊，这边将就再过渡一下。好，然后我们这里只需要稍微加一点点珠标色，啊，你看，把这顶上啊，把顶上稍微染一下。这后面可以适当加点藤黄。刚刚说了，在染这个色的时候啊，就要注意，把这个树根，把它过渡一下。
哎，你看它这个是不是由深逐步到亮这么一个过渡？这边也是一样的。我把这些染了以后，大家再看这个水，是吧？再看这个水，它基本上它这个就亮出来了啊！亮出来以后，当然我们也是将就这个颜色，就将就开始染边上这个颜色，再把这个水啊，水中的石头再染一下。把它再染一下以后，好，现在你看哈，基本上这几种颜色一加了以后，它整个的色调就协调了，是吧？然后我们就加点颜色去染啊，这个树，把笔稍微洗一下。这个树呢，也是以这个胭脂。加珠标，你看胭脂加珠标色是吧？以珠标色为主。把它稍微染一下，哎，染一下以后要注意，顶上我稍微留了一点颜色，留了干什么？就是加这个珠标色的。好，我们这里加点珠标色，直接就是蘸珠标。在它这个把它染完以后，哎，你看，蘸点水以后，把它统一的染一次，是吧？这个颜色跟它们也是呼应的，这样就把这个颜色，再把有些地方趁着是湿的，再过渡一下。我们把这里把它染了以后哈，好，后面这些地方啊，就稍微的这个让它过，你看，我们就直接蘸点胭脂色。加一点珠标，很淡的颜色。
你把后面基本上就染成统一的颜色，就统一的染它一道。然后这里呢，一会儿我们还要再把它画成一个有点云气哈，稍微为什么我这里没染了呢？哎，就染一点，画的有点云气的感觉。这两个草垛，我们把水调一下，洗一下。草垛我们这个加点颜色。调成金黄色，金黄色怎么调呢？你看，藤黄，藤黄加这个朱标，哎，这么调一下就可以了。好，把这些都加了以后，哎，我在水的这个颜色上，我们稍微调一下哈。我想想，我先干什么？先把远处的云这些先染了吧。一会儿水单独拿个盘子，路过一下，桥稍微染一下，这都很简单了哈，都很简单，稍微染一下。好，我们拿支小笔去调点这个云的颜色，云的颜色我们调点颜色，就乱七八糟的颜色，你看就开始这里面还有很多颜色，我搅和到一起，是吧？哎，看一下哈，如果觉得哎还不够。基本上你看，就调成很灰的颜色，因为这个后面不要把它，也不要弄得太红，因为树啊这些都很红了，就调的有点偏绿灰色，或者是就赭石色里面就是偏这个。调好以后，把笔尖挤干，把这个水换一下。这个水烘匀的水呢，一定要干净啊！烘匀的水一定要干净。你看，我们调这个颜色哈，这是要注意什么？这就是颜色很厚啊，但是呢，它又不够，又显得不深。这里面我开始大家看，我加了好多的这个白色，是不是啊？加了好多的白色，目的就是为了让这个颜色很厚，很多的颜色在里面，但是呢，它又不显得很深。啊，它不像有时候我用了太极蓝，用了胭脂，是吧？一下子颜色就很深。好，给大家说这么多是在等水哈。我们给大家说了，烘匀不管怎么弄哈，要保证水是干净的。等它水还在晃，要把水笔尖洗干净。洗干净以后，看一看，对吧？
把这个一般就不用喷湿的状况了，就直接用这个用一支干净的毛笔，把这个稍微一打湿水以后，你看这个纸就很拱，我们要想办法不要它这么拱。你看，我不管去怎么染它哈，不管怎么染，但是我就不要去破坏这个瀑布，是吧？这点亮不要它流了，因为要把这个瀑布流出来，开始这点亮流了会抢它，其实很简单，就稍微用笔尖稍微处理一下就可以了。因为这张画来说，它后面的云都不算重要的了，所以说你看我们。你看，稍微加了一点，有点云气这种感觉。一会儿我们再调一点很干净的很亮的颜色，再罩它一层，这个效果就更好了哈。然后把它画了以后，我们这里就拿个干净盘子，我们调点这个水的颜色。你看，直接就是太青蓝，是吧？直接就太青蓝，然后再往远处一点的话，我们这又再调一下，太青蓝，加一点藤黄、山绿、白色，这个颜色就，等一会儿这个颜色也可以染一下前面，让前面这里再过渡一下。前面颜色再过渡一下，是吧？它这个一下子是不是显得整个画面非常的小清新？
当然这里要注意，这还不是最后的颜色，一会儿我们还要再还得再调整它一下，把这个颜色可以染一点，染到这个山石中来，让它跟它们又呼应一下。染好以后，我们把笔洗干净，再调点颜色。橙黄。加白色，加朱标，要很淡很淡。调好以后，我们将就这个颜色。我刚刚说了，把它罩一层，在罩它的同时，再把这个下面再罩一层，这样子它就水天一色。包括这个瀑布。放心，这个照下来以后，它照样看得出来，照样看得出来这个房子都可以照一下。这房子我画册上也是没有去动它基本上就这样留下来的，因为它跟整个的环境就融为一体，包括树干这些都融为一体了。你看我这么一画，这股云气它很简单，稍微有一点云气是吧？整个围绕着，当然现在是湿的。还比较湿，这个还没干的话，显得有点深。一干了以后，马上它就会非常的透整个色调，因为我染得非常的淡，我心中有数哈。你看，我们基本上这个呢，就把它这个画面那个秋天的感觉，就把它画出来了。当然有些地方，我这里是点了红的有些这个台点上呢，稍微再点一点这个红色呀，或者这些，包括我开始点的这些台点包括这些地方，如果你觉得这里还有点空，点2点台点就可以了，就可以，它这个整个感觉就出来了。你看我们现在就是说通过把这张画的稍微改变一下以后稍微改变一下，它整个画面这个就出现什么呢？就出现这个，我们看看对比一下，
这张画呢，它是以这个就是我是感觉哈，我当时画的感觉就是有点早上那种感觉啊，早上那种感觉啊，就是雾蒙蒙的啊，取名就叫暮归啊，因为正好这里有你在看吗？啊，正好这里有一头牛是吧？啊，有一个牧童，他本来是骑着牛上的啊，现在呢，这个牧童牵着牛，他也可以是吧？正好往回走的感觉。我是觉得哈，不管今天这张画还是我画册上这张画啊，我都很喜欢啊，都很喜欢哈。整个的画面上呢，用的时间